一个人活得越来越轻松，是做到这3点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：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在一次课上往一个空瓶子里放入高尔夫球，问学生这个瓶子满了吗？学生回答满了。他继续往瓶子里放入小碎石，继续问学生瓶子满了吗？学生还是异口同声满了。教授继续往瓶子里倒入沙子，问学生瓶子满了吗？学生笑着说满了。最后教授从包里拿出2瓶啤酒，倒入瓶子里。教授对学生们说，这个瓶子就像你们的人生，高尔夫球代表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，小石头代表琐碎的东西，沙子代表细小无关紧要的东西。如果先放入沙子，就没有空间去放高尔夫球和石头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如果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小事情上，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要想在短暂的一生中抓住重要的东西，势必要做出取舍。而成年人的断舍离，从坚持这3条原则开始。01，美国心理学家鲍麦斯特提过一个著名的理论，叫自我损耗，指的是看起来什么都没做，但每次的纠结和选择都在损耗心理能量。久而久之，用于执行的能量被消耗，行动自然低效。豆瓣上看过一位网友写的工作日记，他每天的工作很忙碌，时常感觉精疲力尽，晚上复盘时又发觉没有完成什么事情。为什么忙碌却没有太大收获？早上起床，在穿衣和吃什么早餐，他开始纠结。来到公司，打开电脑，手机微信响起来，又沉入各类信息中。当回过神，才开始上午的工作，听到同事讨论周末计划，又不自觉停下手中的工作，参与谈论。结果一天结束，要完成的工作只做了一小部分，整个人感觉像被掏空。这就是工作中不断消耗自己的表现，看似忙碌，实际上注意力和时间被浪费在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上。电视剧《我到点下班》女主角东山结衣，在同事们每天加班到深夜，她却到点下班，不会在公司多待1分钟。东山结衣在一天的工作开始前，用便利贴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情，按照需求排序贴在电脑边。用闹钟设定好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时间，每完成一项，就从电脑边上撕下标签。各类文件资料做好标志和记录，归类存放，找的时候很快就能找到。工作时间从不参与同事间的闲聊，拒绝各类无理请求，专注地投入工作，工作效率特别高。因为高效而出色的工作能力，东山结衣很快获得了晋升，成为公司的核心骨干。一行禅师说，工作是我们整个生命存在的一种表达，工作就是一场修行。精干工作就是将时间和精力收拢，在工作中培养静气，提炼智慧与才干，避免无端的消耗。02，柳宗元在《副板传》中写道：副板者，善负小虫也。行欲物，则取池，后其手负之。背欲重，虽困惧不止也。副板是一种小虫，特别喜欢背东西。爬行中发现任何东西，都会抓取过来，抬起头背这些东西。久而久之，副板背上的东西越背越多，即使非常劳累也不停下来。反观现代的人们，又何尝不像不断往背上背东西的副板呢？看到邻居家买了漂亮的豪车，也跟风去追求，最后背负沉重的贷款。看到亲戚们在城里买漂亮的房子，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需求，不惜背负未来几10年的房贷。看到游客去打卡网红景点，控制不住欲望，也跟风刷信用卡去游玩。现代的人们不断往自己身上背着房贷、车贷、消费贷，像极了不断往背上背东西的副板。尼采曾说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欲望就像深渊，永远没有填满的时候，任由欲望的驱使，人只会沦为欲望的奴隶，最后被欲望所拥有和支配。反之，学会精简生活，过滤不必要的欲望，是混沌世界里保有的一份清醒，灵魂才得以收放自如。
纪录片《生活的减法》中，一位90后独居女孩乔桑，在接触了断舍离观念后，开始践行100天不消费。家里的衣服从145件减到16件，家里的客厅砸掉了非承重墙，留下一个宽大的空间。降低不必要的欲望后，她在家里的一面墙存放了非常多的二手书籍，在家里练习瑜伽。精简生活之后，乔桑更读懂了自己，也更加喜欢自己，学会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过去的所有，学会了接纳。乔桑在知乎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，他说：“我找到了可以安放灵魂的生活方式，过得非常知足和快乐。”作家刘同在《想为你的深夜放一束烟火》书中写道：“人会为了想证明自己，说很多话，做很多事，拥有太多欲望。当不再寻求认可，不再想向他人证明自己，精简生活就是过滤不必要的欲望，抽出身来去关照灵魂，享受活在当下的丰盛和愉悦。因为少即是多。”03。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：有哪些人生道理是你过很久才明白的？高赞回答：曾经迷失在肤浅的物欲中，沉溺于攀比和炫耀，直到走过更多的路，读过更多的书，才真正明白那句话：世界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无关。行走半生，总会在某个时刻觉醒，醒来发觉半生倒饬，没能追问自己活着的意义，没能真正踏实笃定地过上想要的生活，终日过得慌慌张张，困顿不已，不得安宁。作家宽宽在看明白了世人和自己生活的这种生命状态后，很快辞职举家移居大理。35岁的他打包好所有东西，把很多果汁、果酱都送给朋友和邻居，带着丈夫和女儿卖掉了北京的房子，前往大理。在大理安家之后，他认真思考女儿的教育问题。此前，宽宽听到最狠的劝告是：你带孩子离开大城市，就不怕他到时只学会了挖泥鳅吗？但是看到女儿与大理自然风光相融合，洋溢在脸上的纯净、悲悯小动物的表情，他认为自己做对了选择。他说：当你真的凝视过一轮清澈的明月，会觉得一切拥有都是束缚。在面对房子和安居问题上，宽宽说，他拒绝一切将他长期绑定的事情，所以他只买自己能力范围的房子，拒绝贷款买房子。他在大理开了一家有特色的咖啡店，来店里喝咖啡的客人可以阅读很多好书籍，能享受音乐，还能享受窗外大理的摇曳风光。他不再觉得看到窗橱里陈列的漂亮衣服就想要拥有的冲动。面对未知，也许还会迷茫，但是更加笃定了当下的生活和选择。学会精炼自己的人生之后，宽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融入大理的自然风光，在文字里安顿，并和爱人和孩子享受慢节奏的生活。精炼人生是对过往人生经历进行抽丝剥茧的复盘，敢于按下暂停键，去设想和开始全新的人生。舍弃不喜欢不适宜的工作、生活、交友方式，彻底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生命经历。精炼的背后是人生底色的通透和自由。04。成年人的断舍离是明白生命是向死而生的。断消耗，工作才能一气呵成；舍贪念，生活才能神清气爽；理苦海，人生才能通达明晰。愿你能在人生的瓶子里存放高尔夫球和石头，过滤掉无关紧要的沙子。有取舍，明节制，与混沌喧嚣世间，体会自己的月朗风清。